我是从地府来的，总不能在今天这种大喜的日子跑去问温征为什么没有给我烧纸钱。我丢下句抱歉，快速离开了房间。走到酒店门口，温州却追了出来，着急地说：“你还没吃饭，怎么就走了？”我看着这个连心思都不会隐藏的男生，觉得还挺好玩的，便想逗逗他。我说：“其实我是不用吃饭的。”结果温州来一句：“那你住哪？我可以给你安排酒店。”我有点跟不上他的思维，但他这个问题确实是个好问题。我今晚该住哪呢？阎王只给了我3天时间，要是温征那边失败，我或许只能拜托眼前的温州了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温征会把我和他曾经一起住过的别墅给了温州，我真的很想回去看看，但显然温州被我吓到了，他警惕地问我到底想干嘛。我叹口气道：“温州，你认识我对不对？你怕我破坏温征的婚约，既如此，那更应该好好盯着我才对。”我不知道温州是怎样想的，不过他确实带我回了别墅，这里的一切都没怎么变，我亲手画的那幅画还挂在原来的位置。不知为何，我忽然想起温征曾经跟我提过，他有个朋友很喜欢我的画，我觉得他的这位朋友很有眼光，于是决定亲自画一幅山水图送给他朋友。可画还没画完，我就死了。后来在地府，每每想起这件事，我都后悔那时没早点画完那幅画。如今好不容易回来一趟，我想把那件事情做完。我轻车熟路来到2楼最南边的那个房间，刚要去扭动门把手，温州立马阻止了我，语气坚决地说：“除了这房间，你想睡哪都行。”我死后，温征每年都会给我烧很多的钱，导致我在地府养成了挥霍无度的习惯。突然有一天，他不给我烧了，我左等右等，多次入梦失败后，终于确定他把这事给忘了。因为早先没想过要存钱，这期间为了维持原本的生活，还欠了地府几百亿。一气之下，我居然气活了。当然，我不是真的活了，阎王怕我还不上钱，破例让我回去一趟，牛头马面给我捏造了一个和从前一般无二的身体。手忙脚乱地赶到人间，我直奔温征的别墅，结果却被保安拦了下来。他们说这里住着的人的确姓温，但不叫温征。许氏见我灰头土脸，看着怪可怜，他们给了我一张名片，让我打电话给上面的人。为了找到那个人，我又费了一番心思。最后我来到了一家5星级酒店，里面好像正在举行订婚仪式。等我认出酒店门口海报上的男人后，整个人僵在原地。温征要和别人订婚了，我想了想也是，我都死了5年，他和别人在一起不是很正常。可即便这样，他也不该忘记给我烧钱啊。地府的物价有多高，他根本不会知道。温家不是做大生意的吗？随便从哪里省下一点，也够我在地府挥霍。想起当初我死的时候，在他怀里疼得直发抖，温征只是一个劲的哭。我用尽全身的力气说下最后一句话：看在我是因你而死的份上，记得每年给我多烧点纸钱。我是个孤儿，与温征谈了几年也没结婚，我是真的怕死后没钱花。最终看他点头应下，我才放心的闭上眼睛。如今这才几年过去，有了新人就忘了死人是吧？我气冲冲的想要进去与温征掰扯，身后突然响起一道干净的男性嗓音。我回过头，一个约莫20来岁的男生走过来，长得高高帅帅，细看还有几分眼熟。他说：“陈叔打电话来说你去了温家找我。”我这才反应过来，他说的陈叔应该就是名片上的人。我有些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，指着海报上的温征说：“是的，但我已经找到了想要找的人。”这人问我：“你是说我小叔？”我愣住，反问道：“温征是你小叔？”他点头说是，但他小叔今天可忙了，可以先带我进去，等忙完再让温征来见我。说着他拉起我往里走，问我叫什么名字。我脱口而出：“苏鸟。”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听见我的名字后，温州的身体僵了一下，但很快又恢复自然。他带我来的是2楼雅间，不用与别人挤在大厅里，房间的落地窗还能看见整个仪式台。主持人一番致辞后，今天的男女主迎着所有人的目光缓缓走了出来。那是我时隔5年再次见到温征，算起来他也快30了，岁月没在他脸上留下任何痕迹。一身剪裁得体的黑色西装，衬得他愈发成熟有魅力。记得没错的话，他旁边的未婚妻就是江家千金，当初2家便想要他们联姻，温征却执意要和我这个灰姑娘在一起，因此将温家老爷子气进了医院。没想到5年过去，温征最后还是和江白在一起了。早知如此，当初又何必折腾。气氛最高时，台下有人大喊着亲一个。我趴在玻璃窗上，看着人群中央的2人，不自觉屏住了呼吸。这一路上，我不是没有设想过这种可能，但真正亲眼看见，心里还是难受的不行。理智告诉我，我不应该这样。温征他有接受新生活的权利，我回来只是想让他给我烧钱啊！我到底在干什么？身后的温州察觉到不对劲，探过头发现我在哭，他顿时不知所措，
结结巴巴的劝我有话可以慢慢说。我也不想哭的，不知道情绪怎么一下子就控制不住，无奈我只能朝他挤出一个笑容，说没事，只是太感动了。温州似乎有些不信，我点点头说你小叔和你婶婶太般配了，一不小心被感动哭了。温州沉默了一下，又问我找温征到底有什么事儿？这会温征和江白开始向宾客敬酒，我看着这一幕，手无意识地扣着窗户上的玻璃，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事，就是想问他几句话。温州说小叔还不知道要忙到什么时候，要不你跟我说，我替你转达。我回过身，看着眼神闪躲的温州，直接问道你不想让我见你小叔对不对？温州没想到我会这么直接，尴尬地笑了声。今天毕竟是温征订婚的日子，最好还是不要去打扰他。我猜温州应该是知道一些什么，但转念一想，他说的也没错，我是从地府来的，总不能在今天这种大喜的日子跑去问温征为什么没有给我烧纸钱。我丢下句抱歉，快速离开了房间。走到酒店门口，温州却追了出来，着急地说你还没吃饭，怎么就走了？我看着这个连心思都不会隐藏的男生，觉得还挺好玩的，便想逗逗他。我说其实我是不用吃饭的。结果温州来一句那你住哪？我可以给你安排酒店。我有点跟不上他的思维，但他这个问题确实是个好问题。我今晚该住哪呢？阎王只给了我3天时间，要是温征那边失败，我或许只能拜托眼前的温州了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温征会把我和他曾经一起住过的别墅给了温州，我真的很想回去看看，但显然温州被我吓到了，他警惕地问我到底想干嘛。我叹口气道温州，你认识我对不对？你怕我破坏温征的婚约，既如此，那更应该好好盯着我才对。我不知道温州是怎样想的，不过他确实带我回了别墅，这里的一切都没怎么变，我亲手画的那幅画还挂在原来的位置。不知为何，我忽然想起温征曾经跟我提过，他有个朋友很喜欢我的画，我觉得他的这位朋友很有眼光，于是决定亲自画一幅山水图送给他朋友。可画还没画完，我就死了。后来在地府，每每想起这件事，我都后悔那时没早点画完那幅画。如今好不容易回来一趟，我想把那件事情做完。我轻车熟路来到2楼最南边的那个房间，刚要去扭动门把手，温州立马阻止了我，语气坚决地说除了这房间，你想睡哪都行。我说我只是想进去看一眼。温州回绝说看也不行，小叔不让任何人动里面的东西，包括他。我说你不说你小叔就不会知道，他坚持说不行就是不行。温州这次的态度十分强硬，怕我再打那个房间的主意，直接将我拉了下来。无论我怎么跟他解释，他就是不肯让步。我真被他气到了，说你这人怎么那么固执？他回嘴说除非是我小叔同意。我追问可你不是不想让我见你小叔？他嘀咕说谁知道你安的什么心？我话未说完，突兀的门铃声响起，我正好站在门边，顿时没好气的拉开门吼道谁啊？可映入眼帘的却是温征的脸，四目相对，那一瞬间时间仿佛凝固，温征死死盯着我，一动不动，他眼中有太多情绪，我不敢仔细分辨。温州最先反应过来，他将我拉至身后，心虚地问小叔你怎么来了？温征一开口就咄咄逼人问我是谁？此刻温州反倒冷静下来，反问温征说你觉得呢？温征似乎想到什么，踉跄着往后退了几步。温州也忍不住看向我，记得没错的话，我们之前并没有见过面，但我敢肯定温州是知道我的。然而就在这时，温征趁温州放松戒备，迅速冲到我面前，一把抓住我的手腕。温州想要阻止他，却被温征一脚踹到门外，砰的一声，门再次被关上。一时间屋内只剩下我和温征。短暂的沉默后，温征重新打量起我，问我叫什么名字。我垂下眼睑，避开他的视线，说我叫陆眠。他如今有了新的生活，我不应该再来打搅他的，反正我很快就会离开，索性别让他知道。温征冷笑一声说，连声音都一模一样，问我是谁找来的。我讶异的抬起头，看来他只是把我当成一个长得很像松鸟的人，这样也好，怕他听出端倪，我干脆保持缄默。可温征越是盯着我，情绪越发激动起来，他捏着我肩膀质问道，谁允许你整成他的样子？你到底有什么目的？我被他推到了墙上，后背撞得生疼，却始终摆脱不了他的桎梏。刚翻窗进来的温州正好看见这一幕，他将温征拉开，气冲冲地说，订婚宴还没结束，你就丢下未婚妻来到这里，到底在期待什么？那个人不是你亲自送进火化炉的吗？温征像是听到了什么很可怕的事情，身体微微颤抖，再不敢看我，随后飞快地逃离了别墅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内心涌上一阵酸楚。温征离开后，温州对我不似方才那般客气了。温州语气不善地问我，
为什么要冒充苏鸟？我平复了一下心情，坦然对上他的目光。你怎么能肯定我就是冒充的？温州和我对视了一会，率先败下阵来。我不管你是不是冒充的，总之别再试图接近他小叔了。他这些年过得一点都不好，大病一场后，好不容易才走出来。算我求你了，你要钱要房要车我都可以给你，只求你放过他小叔。我呼吸一滞，温征什么时候生的病？前年吧，反反复复病了将近1年。这期间江白一直在照顾他，病好后两人才决定订婚，如此时间就对上了。原来温征没给我烧钱，是因为生病了。其实也怪我自己不懂防患未然，总想着在人间的时候没好好享受，死了不得可劲挥霍，别墅豪车随便买，好看的男仆更是养了一堆。明明不懂做生意，非要去尝试，与人打交道都没整明白，何况是地府那些死精的怨鬼。等我发现运转不下去的时候，已经被套牢了。既然温州开口了，那我就不跟他客气了，我要钱，很多很多的冥币。听到这句话，他的眼神跟见了鬼一样，要不是自己给自己烧的没用，我肯定是问他要人民币了。不过温州还是按照我的要求去办了。2个小时后，他拉了一后备箱的冥币回来，他将那些冥币搬到院子的空地上，然后头也不抬地问道：总该告诉我这些钱要烧给谁吧，不然对方领不到。苏鸟。温州猛地站起身，眼中有震撼，迟疑地问：你不会真的是苏鸟吧？我坐在长椅上，看着面前跳动的火焰，笑了笑。对啊，我不是早告诉你了。温州来到我身边蹲下，侧过头，脸上满是困惑。你到底死没死？你说呢？那你刚才为什么不跟我小叔说？怎么这会又傻了？你希望他过得好，我当然也是了。温州抱着膝盖，将脸埋在臂弯，声音听起来闷闷的。对不起啊，之前那样想你。我看着一旁好像在自责的人，抬起手揉了揉他头顶的发丝，故作轻松道：想啥呢？说起来我还得谢谢你，给我烧了这么多钱，等我回地府把债还了，看谁还敢小瞧我。温州买回来的冥币都差不多燃烧完了，阎王收到钱，或许会提前将我召回。我想了想，还是开口说道：能跟我说说温征这几年的事吗？可不等温州开口，身后突然响起一道低沉的声音，是去而复返的温征。你为什么不亲自来问我？我和温州同时站起身，回过头，我不知道他听见了多少，下意识要往温州身后躲。温州察觉到了我的意图，身体动了动，没有阻止。温征看着这一幕，眼中划过一抹痛色。谁允许你们在我的别墅烧纸钱？对不起，小叔。温征直接掠过他，来到我前面，明明看的是我，话却是说给温州听的。陈柱刚刚传来消息，温州最好的兄弟被车撞了，现在正躺在医院里。温州闻言，立马去摸口袋的手机，找到号码拨出去，果然没人接听。他急急忙忙正要走，又突然想起我还在，我给了他一个宽慰的笑容：快去看看吧，不用担心我。温州脸带纠结地看向温征，想了想，最后丢下一句话：小叔，别赶他走。温州前脚刚离开，温征就抓起我往屋内走去。房门关上的那一刻，他便迫不及待地来扯我衣服。我被这样的温征吓到了，拼命捂住领口，向他求饶。我害怕，可他仿佛听不见一般。我忍不住挣扎，却发现温征的动作突然停了下来。他的视线最终定格在我锁骨下方的一颗红痣上。温征是为了验证我是不是真的苏鸟。我懊恼地想，这牛头马面也太严谨了吧。以前温征就喜欢亲我这个位置，说很性感，没想到他还记得。温热的指尖在肌肤上碾过，几乎是在下一瞬，温征的眼眶变红了。他颤抖着声音说：阿锦，真的是你。他脸上满是失而复得的喜悦，颤抖着手将我搂进怀里，反复低喃着：是我的阿锦回来了。我心头一阵发颤，让他别这样，我很快就要走了，真的。片刻后，温征抬起头问我：走？走去哪？我回答说：当然是从哪里来的，回哪里去了，你比任何人都清楚，我不可能还活着。听见我的话，温征刚平复下来的情绪再次爆发了，他斩钉截铁地说：是，那又如何？就算你是鬼，我也要把你留在身边。他说着将我打横抱起，朝楼上走去。我在他怀里不断挣扎，让他放我下来，急得吼出声：温征，你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你的未婚妻还在家里等着你，你就不应该出现在这。温征脚步顿住，反问我：所以今天我在酒店看见的背影确实是你了，这不是重点好吗？他低下头看我，嘴角露出一抹苦笑，让我放心。他说：我只是抱你去换件衣服。我没想到温征保留了我之前的所有东西，他将一件崭新的套装递给我，抱歉地说：这2年没更换，只有旧款了。
让我将就着穿。我突然想起小的时候，那会在孤儿院，身上穿的衣服都是从别处收回来的旧衣服。别人家小孩的梦想是长大了要干嘛干嘛，而我的梦想只是想要一条漂亮裙子。后来和温征在一起，我把这事当笑话讲给他听。从此以后，每到了换季的时候，他都会提前将最新款的衣服搬回家，任我挑选。我从他手中接过衣服，又想起他口中所说的2年，没忍住问他为什么会生病。他答应过我会好好照顾自己的。温征靠在柜门上，专注地盯着我说，想你想的不行吗？我叹了口气说，我没跟你开玩笑，我也是。我又问，温州的兄弟真的出了车祸吗？我骗他的。我气得说不出话。温征一把将我拉进怀里，语气莫名有些委屈，问我回来不会只是想跟我说这些吧？确实，没见到他之前，我有一肚子话想要跟他说，可看见他之后，突然觉得很多话都没必要说了。我劝他回去，江白还在等他，别因为我伤了他们之间的感情。怒起来，抱着我不肯松手，说不，我不回去，我们之间本来就没有感情。温征说着，低下头想要来亲我，我顿时火大了，一把推开他，质问他怎么可以这样？既然选择和他订婚，即便不喜欢他，也该对他忠诚。温征放开我，眉宇间爬上一抹厉色，反问道：你以为我为什么和他订婚？苏鸟，你还记得自己是怎么死的吗？我是怎么死的？我当然还记得。5年前，温征生意场上的竞争对手为了报复他，找来几个绑匪将我绑架了，他们开口就要5000万。可那会，温家为了不让温征和我在一起，在金钱上各种限制他。温征为了凑够钱救我，差点死在温家老爷子面前。3天后，他带着钱赶来，以为能救下我，结果那群绑匪当着温征的面结束了我的生命。温征抱着我，哭得肝肠寸断，我最后死在他怀里。也不知道那群绑匪最终有没有被抓住。温征既然这样说，难道我的死另有隐情？我问他，你想说什么？温征当着我的面点了一支烟，才缓缓开口。当年那群绑匪落网后，直接就认了罪。可他始终想不明白，他们明明可以拿了钱逃跑，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？这些年，温征一直在暗中调查，直到1年前，他发现江白曾秘密联系过绑匪的家属。温征与他订婚，只是想接近他，从而拿到更多有力的证据，为我报仇。我还记得那时他们绑架我，口口声声说是温征的对家指使他们这样做的。可真的会有这么傻的人，急着自报家门吗？还是说，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让我活？我不知道，也没时间知道了。我与江白并无交集，连面都没见过几次。我实在想不出，他有什么理由来害我。如今，我只想要温征好好的。我拿走他指尖夹着的烟，利落的掐灭，说这一切只是你的猜测，万一事情不是他做的呢？都过去这么久了，想要查清楚，谈何容易？温征看着我一气呵成的动作，怔怔出神。以前我总想让他少抽点烟，每次他点燃，我就掐灭。往复几次后，他就会妥协，有时也会故意使坏，用抽过烟的嘴来亲我。我拿他没办法，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在吃过榴莲后缠着他索吻。没想到他一点不嫌弃。想起过往种种，更觉难过了。我暗暗抹了把眼泪。或许是察觉到我的动作，温征回过神，语气坚决地说：是与不是，总有水落石出的那天。我犹豫了一下，我是说，如果事情跟他没关系，你就跟他好好在一起吧。温征看着我，冷声质问：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？这一晚，我们不欢而散。我以为一觉醒来会回到地府，没想到人还在别墅。温征昨晚说什么也不肯回去，我把他赶去了客房，结果一起来，发现他已经把早餐做好了。我朝四周看了看，厚着脸皮坐到餐桌上。为了缓解尴尬，我随口问起温州昨晚没回来吗？正要将三明治推到我面前的温征，听见我的话后，动作一顿，反问道：你很关心他？我伸手将温征推了一半的三明治拉到面前，笑着说：他不是你侄子吗？我替你关心一下他，不是很正常？该说不说，温征的手艺倒是见长了。他淡淡的说：不是亲的。我有些疑惑。温征解释道：温州是我爸收养的孩子。我想起来了，温征曾经跟我说过，他还有个哥哥，年纪轻轻就因病离世了。后来温家老爷子因太过思念这个儿子，就从别处抱了个孩子回来养着。算起来，温州跟我一样都是孤儿，不过他比我幸运太多了。正想着，温州的电话就打了进来。温征见我脖子伸得老长，干脆开了外放。我以为温州是来质问温征昨晚骗他的事，
没想到是温家老爷子住院了。昨天温征在订婚宴上丢下江白，老爷子得知消息后，硬是把自己气出了毛病。温征必须马上赶去医院。走之前，他让我在家里等着他，说很快就会回来。我点头应下。5分钟后，门铃声响起，我以为是温征忘拿东西了，迅速将门打开，却发现门外站着的人是江白。他劈头盖脸的来了句：“温征果然在外面有人了。”就想要冲进来，可当他看清我的脸后，立马吓得一哆嗦，连声音都变调了，惊恐地指着我说：“你不是死了吗？”我双手抱胸，慢慢靠近他，轻勾了勾唇角，让他猜猜我是人还是鬼。救命！救命啊！江白抱着头，疯了般的大喊救命。我看着那道跌跌撞撞跑远的身影，不免心生疑惑，江白为什么这么怕我？想了想，我也懒得去操心这个问题了。大摇大摆来到昨天温州不让我进的那个房间，推开门，发现里面全是我以前用过的东西，温征整理的十分整齐。我很快就找出了那幅没画完的山水图。左右无事，我将画纸铺开，拿起笔墨勾勒起来，一直到太阳下山，总算将这幅画完成了。我伸了个大大的懒腰，内心充满了成就感。仔细将房间恢复原状后，才打开房门。可下一秒，眼前一暗，一个麻袋兜头套了下来，紧接着我就被人杠在了肩膀上。这种感觉我太熟悉了，无论如何都忘不了。可这次又是谁要绑架我？在我被颠得急于作呕时，那人终于将被捆住的我丢到了车上。我在心里默默叹了口气，没想到竟是以这样的方式离开。我甚至没来得及给温征留张字条，他回来没看见我，肯定又要瞎想了。车子开了半个小时左右，停了下来。我不知道方向，所以根本没办法估算现在的位置。等再次恢复亮光时，我发现自己在一处密闭的房间里，而我也看见了绑架我的人，正是白天见过的江白。他穿着一身黑色皮衣，脸上布满阴郁之色，已不是往日温柔大方的名媛千金形象。江白捏住我下颌，打量起我的五官，语气阴冷地问：“你不是鬼对吗？”我平静地看着他，没有回答。江白突然笑了起来，语气笃定地说：“你要真是鬼，就不会这么狼狈地被我抓到这里。”可下一秒，他就收敛了笑容，锋利的指甲掐进我皮肤里，恶狠狠地问我到底是谁。江白查了一天都没查到关于我的任何资料。我一脸云淡风轻，反问他：“所以江小姐抓我来，只是为了知道我是谁吗？”江白用鄙夷的目光审视着我，他狂妄地说：“我不说也没关系，能弄死我一次，就能弄死我第二次。”江白的话让我如遭雷击。这么说，温征的猜测是对的，我之前的死确实是江白一手造成的。我难以置信地问他为什么？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要害我？江白仿佛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般，笑容疯疯癫癫的。他松开了我，随后不知道从哪里摸出了一把刀。他告诉我，江白身边的所有人都知道他们将来会结婚，可温征却偏偏对一个一无是处的平民女生情有独钟，还拒绝了温家和江家的联姻。一些人是笑话江白没本事，留不住温征的心，江白如何能甘心？我艰难地开口问道：“所以你就找人杀了他？”江白毫不犹豫地承认：“对，只要他消失了，温征就会跟我在一起。你也看到了，我们的订婚宴都是他亲自操办的。要不是你突然出现，我们一定会结婚，幸福一辈子。所以只有你再次消失，温征才会重新爱上我。”江白说着，慢慢举起了手中的匕首。可就在这时，他手下的人匆匆跑了进来，焦急地汇报说：“老板，我们好像被人盯上了。”江白怕被暴露，不得不先带着我转移位置。车子一路颠簸，最后来到一处废弃的工厂。可很快他就发现他们再次暴露了，四面八方都有车朝这边开来。我垂下眼眸，不经意扫过手腕上的平安扣。要是我猜的没错的话，里面藏了定位器，这是温征早上走的时候给我带上的。他可能是怕我会偷偷离开，以防万一吧，却没想到会用在这个地方。不过江白很快就镇定下来，因为他得知对面来的并不是警察。江白一把扯过我，将刀抵在我脖子上，自信满满的说：“只要有我在，他就一定能脱身。”我笑了笑，正常来说确实是，可他今天还真想错了。工厂外响起了汽车的轰鸣声，我知道时机到了，故意用话去激怒江白。我觉得来的人是温征，他看见这一幕，以后还会爱你吗？江白，你真可怜，你明明什么都不缺，享受着大部分人都无法拥有的生活，可你却偏偏去追求一颗不属于你的心。你就是只蠢猪，可怜虫，天大的笑话。江白被我的话气到面容扭曲，他恶狠狠地把刀往我脖子上递了几分。我瞅准时机，借着他的力量，主动朝着锋利的刀刃撞去。怕死不了，我还仰着脖子来回多划拉了几下，直到剧痛传来。江白察觉到我的意图，整个人都呆愣住了，眼看着鲜血喷涌而出，溅到他的脸上、身上。江白尖叫一声，
拿着刀的手指不住颤抖着，血越喷越多。江白彻底崩溃了，疯了般推开我。温征和温州进来，便看见了这一幕。温征冲过来接住即将倒地的我，眼中的恐惧到了顶点。他跪在地上，死死按住我喷血的伤口，双手颤抖。阿锦，挺住，我带你去医院。我伸手抓住温征的臂弯，说没用的，我本来也是要离开，不过是早晚的事。温征看着我，大颗大颗眼泪砸了下来，痛苦地问：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让他经历2次失去我？我费力地抬起手，想要帮他擦眼泪，可抬到半空却没了力气。温征眼疾手快地握住我垂下去的手，贴到了他侧脸上，哀求着我不要离开他。我有些呼吸困难了，得赶紧把事情交代完。阿玉，放下一切，好好生活吧。还有，别忘记给我烧纸钱，地府的东西可贵了。你生病的那一年，我在下面过得可苦可苦了。随后，我偏过头看向已经将江白钳制住的温州，气若游丝地说：看好你小叔，不然我做鬼都不放过你。温州眼眶通红，张了张嘴，最终点头应下。我抚摸着温征的脸，目光贪恋，心中满是不舍。地府的男仆是好看，却不及温征的半分。罢了，这辈子就这样了，一切只待来生。耳边不断传来警笛声，我会心一笑，缓缓闭上了眼睛。回到地府后，我遣散了所有男仆，都是些中看不中用的家伙，除了会花钱，啥也不会。我开始过上了省吃俭用的生活，还把多余的钱全存了起来。正常人死后都要在地府排队等着投胎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轮到我，再不敢跟之前那般肆意挥霍了。可近几日心里头总是笼罩着一股不安，导致我睡不好也吃不好，整日担心。直到某天，温州给我捎来书信，他告诉我温征已经将我的尸体好好安葬了，江白被判了死刑，开庭那日他和温征都出席了。他让我别担心温征，说温征最近忙着给新公司上市。我捧着他写的书信看了又看，心里的那块大石头总算是放下了。与此同时，那股不安也烟消云散。我对温州的话深信不疑，甚至很期待他的下一次来信。果然，没过几天，他又给我写了。这次他提到了我的画，说5年前温州在小叔的办公室里看到一幅很喜欢的画，于是温州缠着小叔，让他把画这幅画的人介绍给他认识。小叔却怎么都不肯答应，说最多让那人再给他画一幅。他想了想，觉得也行，可是等了好久好久也没见小叔把画拿给他，期间还忍不住问了好几次，小叔每次都会找借口搪塞过去。为此，他没少在背后埋怨小叔。直到今天，他收到了落款是苏淼的画。原来温征口中的朋友就是温州。话说人与人之间的缘分还真是奇妙，温州帮了我，我正好借此还了他的心意。那晚我尝试着入温州的梦，没想到居然成功了。可他看见我似乎并不高兴，我戳了戳他结实的手臂，问他怎么了，似乎并不想见到我。难道他小叔不好？温州慌张地摆手。我追问到底发生了什么，温州支吾着说，最近温征正忙着和叶家千金约会，怕你看见吃醋。我双手叉腰，愤愤地说，哼，我才没有那么小气，要不是我入不了温征的梦，我指定要去祝福祝福他。温州急忙拉住我，劝我可别去。我又问，那这叶家千金如何？比你漂亮。我直接给他一记暴锤。我问的不是外貌，那江白长得貌美如花，结果却是蛇蝎心肠。找对象最重要的是人品。温州捂住头，委屈地说，知道了。总之别去招惹他小叔了，他现在过得可好了。我烦躁地挥了挥手说，行了行了，我以后不来就是。温州又急着解释，说他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可以去找他。我看着一脸认真的温州，想到什么，故作轻松地笑了笑说，也不来了，你好好保重啊。以前我一直以为我跟别的鬼不一样，他们都能入别人的梦，只有我不行。我曾尝试过入温征的梦，却次次失败，究竟是何原因，连阎王也说不明白。后来我干脆就放弃了。可现在我忽然想通了，既然死了就该好好的死去，千万别再来扰乱生者的心。思及此，我笑着跟温州告别，他却固执地追着我不肯停下。温州说，我刚才是跟你开玩笑的，等你下次来再跟你说温征与叶家千金的事。我看着逐渐模糊的人影，不由觉得好笑。我什么时候答应他了？小孩就是小孩，可是小孩也会骗人，不然他口中过得很好，还频繁和叶家千金约会的人，又怎么会出现在奈何桥？我颤抖着嗓音换了句，阿玉。温征站在奈何桥头，穿着一身黑衣，脸色苍白的不像活人。孟婆的汤滩就在他身后3米处。温征看见我，眼睛倏然睁大，他几乎是踉跄着冲过来，却在离我2步远的地方停住了，手臂抬起又放下，像是怕碰碎一个梦。我喉咙发紧。温州说，你过得很好，
说你和叶家千金。温征满眼痛楚，声音沙哑。我骗他呢？从你第2次离开那天起，我就没想过要活。我浑身发冷。温征平静的像在说别人的事。江白判刑那天，他在法庭上吐了血。温征生病了，不严重，但是他不想治，他想早点来陪我。我冲上去抓住他的衣领，怒吼道：温征，你疯了是不是？他握住我的手，掌心滚烫。鬼魂不该有这样的体温。我这才发现他身上的不对劲。我猛地松开手说：你还没死对不对？那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温征扯了扯嘴角，那笑容苦涩的让我心颤，说他找了人，用了些非常手段。他们说只要魂魄离体不超过7天就能回去。温征想见我一面，有些话必须当面说。我气得浑身发抖，质问他知不知道这样有多危险。魂魄离体时间长了，温征就真的回不去了。他看着我，眼神固执的像5年前那个非要和我在一起的少爷。如果不见我这一面，他活着也没什么意思。桥头的鬼差朝这边看了一眼，手里的锁链哗啦作响。温征瞥了那边一眼，迅速从怀里掏出一枚玉佩塞进我手里。他语速很快地说：这是温家祖传的阴玉，能护魂魄不散。他查过了，地府有规矩，若是生者自愿以阳寿换死者停留，我可以不用急着投胎。温征已经签了契约，用他20年寿命换我在地府多留10年。我攥着玉佩，那上面还残留着他的体温，质问他凭什么替我做决定。温征，我死了，我5年前就死了，能不能清醒一点？我比任何时候都清醒。10年，给我10年时间，网盘会把温家的产业处理好，安排好一切。10年后我来接你。我笑出声，眼泪却掉下来。你是活人，我是鬼魂，我们能去哪？温征的眼中燃着我熟悉的偏执。我查到北方有个出马仙，能做法让亡魂借尸还阳，虽然只能维持3年，但3年够了，我们可以去没人认识的地方重新开始。你又要折腾，温征，我们这辈子已经够折腾了，那就再折腾最后一次。阿锦，你欠我一条命，你是因我而死的，那我现在告诉你，我的命也是你的，你不在，我活不下去。时间到了，生魂该回了。温征深深看我一眼，那眼神像要把我刻进魂魄里。他的身影开始变淡，像雾气一样消散。我扑过去，却只抓住一把空气。又一个痴儿。我攥紧手里的玉佩，温热的触感提醒我这不是梦。转身要走，却看见温州站在不远处，脸色苍白地看着我。我愣住了。温州扯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。小叔让我给他护法，他的身体现在躺在医院里，靠仪器维持着。我本来不同意，但小叔以死相逼，带我去看他。活人的病房阳气太重，你去不了。而且温征交代让我告诉你一件事。温州的声音很轻。江白在牢里自杀了，就在判决生效的第3天。我愣在原地。江白留了遗书，承认了所有事。他15岁就喜欢温征，喜欢到发狂。当年雇凶杀你，是因为他偶然听见温征和他父亲的争吵。温征说这辈子非你不娶，就算被赶出温家也要和你在一起。温州看着我，眼神复杂。江白说他当时就想，如果你死了，时间久了，温征总会接受现实的。他没想到温征会疯。我靠着桥栏，浑身发冷。接着温州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的纸，是温征让他给我的。如果我愿意等他，就收着；如果不愿意，就烧了吧。我展开那张纸，上面是温征的字迹，龙飞凤舞，却透着虚弱。阿锦，10年为期，若负此约，魂飞魄散。下面是他用血按的手印。我把那张血书收进了怀里，和玉佩放在一起。温州看着我欲言又止，最后只说了一句：我会照顾好温征的身体。嫂嫂，你要好好的。他转身要走，我叫住他。温州。温州回头，谢谢你，还有那幅画你喜欢就好。温州眼眶红了，重重点头，然后消失在了奈何桥的雾气里。我回到地府分配的小院，把温征给的东西藏在床板下。同院的几个女鬼凑过来八卦，问我刚才去奈何桥是不是看见了熟人。我搪塞过去，躺回床上却睡不着。10年，温征要用20年阳寿换我10年停留，他还要去找什么出马仙，让我借尸还阳3年。我想起5年前死在他怀里时，他哭得撕心裂肺的样子，想起这次回来，他抓着我手腕时颤抖的指尖。这个傻子，一直都是个傻子。第2天，我去地府的钱庄还债，掌柜的拨着算盘，噼里啪啦一阵后抬起头：苏姑娘，你之前欠的800亿冥币加上利息，现在是1200亿。昨天有人给我烧的那些，大概抵了300亿，还差900亿。我眼前一黑，利息这么高，
掌柜的皮笑肉不笑，地府的规矩而已。不过要是愿意去投胎，这债就一笔勾销，反正人死债消，这是阎王定的规矩。我说我不投胎。掌柜的挑眉说那就得还钱。他压低声音，地府最近有个差事，油水多，就是危险点。我要是敢接，干一票能抵500亿。我问什么差事？掌柜的告诉我，去阳间勾魂。最近阳间不太平，有些横死的人怨气太重，普通鬼差勾不动，需要些有怨气、有执念的鬼去，以毒攻毒。我心脏一跳，问我能去阳间？掌柜的说只能去7天，而且有风险。要是被怨魂反噬，可能就真的魂飞魄散了。但成了500亿，干2票，我的债就清了。我想起温征躺在医院的身体，想起他说10年为期，我说我接。掌柜的笑了，从柜台底下拿出一块令牌和一条锁链，让我明天子时去鬼门关报道。回到小院，我开始收拾那点可怜的家当。统院的女鬼小莲凑过来问我真要去勾魂，那活儿不是好干的。她听说上次去的老张被怨魂撕碎了一半魂魄，现在还在忘川河里泡着呢。我告诉她我需要钱。小莲叹气说都是为了什么呀？咱们都死了，那些债不还又能怎样？我没说话。她不知道我有了要等的人。鬼门关阴风阵阵，带队的是个老鬼差，姓黑，大家都叫他黑爷。黑爷扫了我们这队5个临时工一眼，目光落在我身上时顿了顿。他问新来的，我答是。黑爷问我为什么接这活儿，我说缺钱。黑爷笑了，露出一口黄牙。他说缺钱好，缺钱才敢拼命。今天的目标是个吊死鬼，女的，30岁，死在自家别墅。怨气太重，普通鬼差近不了身，我们的任务就是把她带回来。他发给我们每人1张照片和1张符纸。照片上的女人很漂亮，资料显示她叫林婉，是个富商的妻子，3天前被发现吊死在卧室里，死前穿了红裙，又选在阴石上吊，摆明了是要画厉鬼。黑爷指指我，你去引她出来。他说你有活人牵挂，阳气未绝，他不容易察觉你是鬼差。我握紧锁链，问他怎么引。黑爷咧咧嘴，让他以为你是活人，想帮他。厉鬼最爱缠着活人诉苦。等他放松警惕，我们就收网。林婉的别墅在城郊，欧式风格，3层楼高。我们到的时候是凌晨2点，只有2楼一个窗户亮着幽绿的光，那是怨气具象化的颜色。我推开别墅的门，一股阴冷的气息扑面而来。客厅里很乱，花瓶碎在地上，沙发翻倒，像是经历过激烈的争吵。墙上挂着林婉和她丈夫的婚纱照，2人笑得甜蜜。我顺着血迹往上走，听见2楼传来女人的哭泣声。我轻声唤道：“林婉。”哭声停了。我说这活人才会说的话：“林婉，我是来帮你的，你有什么冤屈可以告诉我。”2楼的卧室门吱呀一声开了条缝。林婉离我只有半米远，是个大学生，才20岁。她坐在我身边，絮絮叨叨围着我边转边唠。我看到林婉胳膊上全是青紫的伤痕。林婉的话好像说不尽似的，跟我讲恋爱，又讲结婚。忽然，她话锋一转和我说：“你知道吗？我是个疯子。”我问谁说的？林婉指了指墙上婚纱照里的男人。林婉自顾自开始讲起来。那天晚上，他又打我，我用花瓶砸了他，他生气了，说要掐死我。我有抑郁症，死了别人也只会以为是自杀。我问，然后呢？林婉的眼中流出2行泪。然后我真的死了，他把我吊起来，伪装做成上吊的样子，所有人都信了他。林婉扭头看着我，你能帮我吗？帮我揭穿他，我不能让他逍遥法外。黑爷给的符纸在怀里发烫，提醒我该收网了。但我说我能帮你，但你需要先离开这里，你的怨气困住了你，也困住了真相。林婉愣了愣，我反握住她的手，这个动作让她的怨气缓和了些。我告诉林婉，我会带她去见该见的人，她的丈夫会得到惩罚。她犹豫了，就在这个瞬间，我猛地抽出锁链，套向她的脖子。你是鬼差，你骗我！林婉尖叫一声，原本清秀的脸瞬间变得狰狞，厉声说：“你是鬼差，你骗我！”黑爷他们冲了进来，但林婉的怨气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重，爆发了一场混战。再睁眼，我是在地府的医馆醒来，黑爷坐在床边，正在数冥币。他看我一眼，醒了，算你命大。那玉佩替我挡了致命一击，不然我现在已经魂飞魄散了。说醒了，算你命大。那玉佩替我挡了致命一击，不然我现在已经魂飞魄散了。我摸向胸口，玉佩表面裂了一道缝。我问林婉呢？不该问的别问。黑爷让我不该问的别问。接着把1袋冥币扔给我，500亿，我的报酬。这次任务评级甲等，钱庄那边把我的利息免了，再干1票，我就能还清所有债务。
什么时候有下一票？你不要命了？至少要休养3个月。我等不了3个月。黑爷挑眉说你不要命了？至少要休养3个月。我说我等不了3个月。黑爷盯着我，想知道为什么。地府的鬼大多浑浑噩噩，过一天算一天。你这么急着还清债务，是想干什么？我沉默。黑爷叹了口气，说也罢，他不问，但下一票只会更危险。他让我先至少休息1周再说。这几天我哪儿也没去，就在医馆里打坐。小莲来看过我一次，带了些地府的特产，其实就是些香火和纸钱。他说我疯了，为了钱连命都不要。我没解释。之后的日子，我成了地府最拼命的鬼差。黑爷说我是不要命，什么危险任务都接，剿灭恶鬼，追捕逃魂，甚至去镇压过地狱暴动。我的名字在地府渐渐响亮起来，他们叫我疯鬼差松鸟。我不在乎，我需要功勋，需要地位，因为我知道要想和温征有未来，光靠那个契约是不够的。我必须在地府站稳脚跟，必须拥有话语权。3年时间，我从普通鬼差升到鬼捕，又升到鬼将。黑爷成了我的副手，他常说他当年招我进来，真是给自己找了个祖宗。第4年，我立了大功，镇压了千年怨灵，救了上百个差点被吞噬的魂魄。阎王亲自召见我，他高坐殿上问的却是：苏鸟，你可知罪？我不知，擅自与生人私定契约，以阳寿换停留，荒谬。我问阎王，地府律法可有一条禁止生人为死者续留？阎王沉默。我说没用，因为从未有人这样做过。温征自愿折寿，我自愿停留，我们未曾伤害任何生灵。良久，阎王叹了口气，挥了挥手。罢了，苏鸟，你与温征之事，地府不再追究，但要记住阴阳有别，好自为之。我知道温征这些年把温家的产业扩大了3倍，然后他用这些钱以我的名义建了上百所孤儿院。温征在为我积阴德，即使10年后契约到期，我也能凭这些功德在地府有个好去处。他一天都没忘记约定。第10年的第1天，我向阎王请了长假，我在奈何桥边搭了个小棚子，学孟婆熬茶，给过往的鬼魂解渴。孟婆端着一碗汤走过来，摇了摇头。等了10年，他要不来呢？孟婆笑我，但我认定温征会来。桥上鬼来鬼往，但没有我想见的那个人。时间流逝，快到黎明了。就在第一缕曙光要照进地府时，鬼门关传来巨大的骚动，一个生魂硬闯了进来。他穿着白衬衫、黑西裤，风尘仆仆，手里拎着一个旧行李箱。鬼差们想拦他，他直接亮出一张发光的金色契约，那是10年前的血书，被地府承认的通行证。这人疯了一样推开鬼差，跌跌撞撞跑到奈何桥头，四下张望。看见我时，他猛地停住了脚步。我也颤抖着从茶棚里站起来。10年了，他比记忆中老了点，眼角有了细纹，但那双眼睛还是那么亮，那么固执。他喊我的名字，声音沙哑的不像话。我一步一步走到他面前，我红着眼眶怪他由于迟到了。他笑着给我道歉，眼泪却大颗大颗的掉下来。他告诉我，温州接了他的班，温家的庞大产业都留给那孩子了。在世人眼里，温征现在的身份已经是个死人。那个传说中出马仙的传人已经答应做法，让我借尸还阳3年。3年后，我和温征一起投胎，下辈子还在一起。我看着他，看了很久，问他，值得吗？放弃亿万家产，放弃几十年阳寿，就为了和一个女鬼在一起3年。温征看着我的眼睛，坚定地说，值得。阿锦，这10年我每一天都在想，如果能再见你一面，让我做什么都愿意。现在不只是见面，我们还有3年。我笑了，笑着笑着又哭了。借尸还阳的法事在人间一个偏僻的山村进行，出马仙的传人是个70多岁的老婆婆。她看着我和温征，深深叹了口气，说逆天改命是要遭天谴的。但最终她还是点了香，开了坛。再次睁开眼时，我看见了人间久违的湛蓝的天空。这具身体很陌生，但我能感觉到空气涌入肺部，能感觉到胸腔里有力的心跳。温征扶我坐起来，眼睛通红，像是哭过很久。我们没有回头，离开了那个山村，去了一个没人认识我们的小镇。温征用假身份租了房子，开了个小画室。我重新拿起了画笔，虽然这具身体的手有些陌生，但我开始重新学画画。日子平静得像一场不敢醒来的梦。温征说要把这10年错过的时光统统补回来。后来我们在小镇定居下来，我教附近的孩子们画画，温征在隔壁开了个小书店。但没过多久，我的身体开始出现问题，手开始颤抖，拿不住笔，医生查不出原因，只说可能是罕见的神经性萎缩。我知道不是病，是时间到了。温征辞了工作，寸步不离的整天陪着我。秋天的最后一天，
我的呼吸开始变弱。温征把我抱到院子里，我们挤在那张旧摇椅上，看落叶飘零。谢谢你这辈子这么爱我，下辈子也爱，下下辈子也爱。魂魄离体的瞬间，我看见温征抱着那具渐渐冰冷的身体，哭得像个无助的孩子。但紧接着，他也来了。孟婆终究是心软，给我们开了后门。她熬了2碗特制的汤，能让我们保留一部分记忆。只要见到对方，就会知道，就是这个人。18岁那年，我在大学图书馆找书，转角处我也遇见了一个男生，我们的视线撞在了一起。那一瞬间，心脏剧烈跳动。同学，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？